暮雪在电话里把千初的情况说得很严重，而且现在大家谁都找不到千初了。你说这个时候，如果我跟公公说，他就肯定要陪我一起去。那如果我们俩一起去的时候，暮雪突然生气了，就不再让我们见千初了，怎么办？那你也不能自己去见暮雪呀。先不说暮雪这个人是不是变态，会不会危险到你的人身安全，单说你又背着公公去见慕千初，换做我是公公的话，这次我可真的不会高兴。这一点我倒是同意丸子的意见，单独去见暮雪，的确不是一个好的做法。而且有一件事情我一直在怀疑，但是我也不想因为我的怀疑，去擅自讨论一个已经离开的人。离开的人？你说的是公欧的哥哥？你们不觉得有点奇怪吗？从一开始，公欧因为他哥哥车里的几张漫画找到你，再到暮雪让我调查你的漫画，最后到他和公欧哥哥的关系。如果说他和公欧哥哥的死有关，如果暮雪跟公欧哥哥的死有关，那我就更不能告诉公欧了。他好不容易从他哥哥去世这个事情当中走出来，现在又因为一个不确定的消息我再告诉他，他再回到原来的状态怎么办呀？那可不行。哎呀，我想好了，我要自己去见暮雪，不管他跟公寓哥哥的死有没有关系，我都要亲自问清楚。那你打算怎么跟公公说啊？而且你今天可刚瞒着公公见完西贝，我可不觉得从明天开始他还会让你一个人乱跑。对啊。哎，丸子，你不是要做产检吗？对呀，我有老公呀。你老公晕血都可以，晕个妇科也不足为奇。只能这样了。小念，我陪你去吧。我说，我陪你一起去见暮雪。啊？可是，公寓现在和暮雪的关系，现在谁都不能确定。我也知道你不想让公欧担心，但是你绝对不能自己一个人去，因为事情是我先提出来的。如果你自己去，万一有什么闪失的话，我真的没法交代。暮雪又不是吃人的大怪兽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小念，你就答应我这个要求吧。我都被他利用这么长时间了，还没当面跟他对过手呢。再说了，我对他肯定造成不了什么实质性的威胁。和公欧不一样，他不让你带公欧去见他，一定有什么原因的，而我肯定不在他的计划里。可是，好了，别可是了。好吧，那谢谢你。千初在哪儿？这么多事情，你第一个还是问的千初。看来我弟弟在你心里还是很重要的，我很为他感到高兴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这样一直针对我？看来他真的不知道我跟公寓的事，因为你是公欧身边最大的弱点。不从你和你的工作室下手，要想得到恩义，岂不是困难重重？很感谢你的出现啊，石小姐。所以你找人下陷阱来诬陷小念侵权，穆总，您的手段真是让人不敢恭维。我从来没做什么我不该做的事情，而且版权的问题你们就知道，合同也是你自愿签的。这个事情我认，是我自己的问题。不过你解决的还不错，这只是一个提醒。你要知道，你的父母、你妹妹、你和千初的关系，你所有的生活状态，都会成为公欧的障碍。你身上的把柄太多了，对公欧的影响，只是迟早而已。小念，他现在说什么都不值得相信。石小姐心里怎么想，没有人能控制得了。但我相信，
他现在更愿意跟我单独聊聊。白玉，我跟穆学姐单独聊聊，你到外面等我吧。你别跟他胡说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你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，这是英国那边的专家给出的基础诊断和后续治疗方案。他们的建议是希望千初尽快过去治疗。什么意思？虽然表面上看上去千初的病情并没有那么严重，但其实2次视力恢复手术，再加上上次的车祸，医生的意思是，他很有可能旧疾复发。旧疾复发，就是说他再次有可能什么也看不见了。这只是一种情况，也许会有更严重的情况。千初需要治疗，陪他治疗的最好人选当然是石小姐你。如果不是你，他不会选择这个时候离开。当然，他也有可能不愿意治疗，造成什么后果，可能跟你没什么关系。但是你可以做到不在意吗？商业竞争上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，我也不想多说。但是，我很希望你可以陪千初去治疗。坦白说，我不愿意千初占据我在穆氏的地位，但是我更不想失去这个弟弟。到底是什么目的？我只想得到我应该得到的一切。你控制和伤害我身边重要的人，你为什么觉得我会帮你？你不是帮我，你帮的是你自己。帮千初恢复健康，帮你妹妹和你的家人把不光彩的事情压下来。至于宫欧，我也可以答应你，就算我对恩义下手，我也还是可以将他和他哥哥最重视的技术留下来。这样，他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。石小姐，其实你最大的弱点，就是在乎的人、在乎的事太多。你总想保护别人。当然，你今天可以拒绝我，但是你做不到。对，我做不到。不能让千初因为我和小迪的事情受到伤害，不能让小迪和我的家人出事儿，也不能让宫欧伤心难过。我答应你，我陪千初去。可是等他康复之后，我还会回到宫欧身边，不管那个时候他和恩义处于什么状况。我希望你能说到做到。我说到做到。千初的地址告诉我，我回去收拾一下，就会过去。我的人已经在后门等你了，所有的事情我都为你安排好了。我知道了，意料之中。不过你不担心宫欧吗？我可以理解你，可是他可不一定，他可能会觉得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，就不劳烦您费心了。我比谁都更清楚，千初一直以来都是我和他之间最大的心结，我们谁都做不到完全不在乎，所以正好趁这个机会，我们可以让彼此更明白对这件事的看法。你做这一切，跟宫欧的哥哥宫玉有关系吗？如果宫玉是现在宫欧的位置，你还会做这些事吗？我要做的事情不会被任何感情左右。
怎么就你自己？石小念呢？穆雪，我问你，你到底跟他说什么了？你快告诉我！你不知道，自然是他没想告诉你。你好，刚才坐着那女孩呢？应该是从后门走了吧？喂，小念刚才去见穆雪了。说什么？他在哪儿？他现在人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但我觉得穆雪约石小念，一定还有其他的目的，或者说，他是针对于你和恩义，还有穆千初。我现在问你，他人在哪儿？我也想知道。我们都走过时光的堤岸，谁不是水面另一个倒影？颠倒悲喜，学会遗忘记起，风试着将波折抚平，我试着将一切抹除。接电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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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电话！借你目光探索柔软的窗，颠倒沙漏，是否能倒转时光？你拒绝牵手的邮件，装着送你的全。给你老婆打电话，看她知道什么。肖老板，这件事我必须替办。赶紧打！要收就收全部，可誓言太潦草，领悟太您拨仓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您稍后再肖老板，他不接。我们颠倒无数，这一场宁愿孤单不辜负。喂，你在哪儿？石小念在哪儿？他跟我一块在做检查呀。撒谎！他去见完穆雪之后，联系你们没有？他现在人在哪儿？我赶紧说啊！你们是怎么想的？让他一个人去见穆雪？他也没联系我，也不知道呀。谁陪你去检查的？哎，是苗阿姨了，小念安排的苗阿姨来陪我做检查。那她现在怎么样？人呢？你有联系到她吗？没事，就这样吧。你好好检查，我去找他。那一段路，我们颠倒无数，这一场宁愿孤单不辜负。甜吧？别，在我未来所有的规划、所有的事情里，一切都有变数，但是唯独石小念，他不是变数，是定数。因为我爱他，真纯。你平安就好，别的交给我。要收就收全部，可誓言太潦草，领悟太仓促。爱的迷途，我们颠倒无数，这一场宁愿孤单
走吧，石小姐，小木总在等你了。对不起，公欧，等我回来。刚才是我太激动了，把我送回去之后，你去医院，去看看你老婆，别出什么事儿。嗯。小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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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聂。小聂，小聂，哦，你在干什么呀？爸。哦，对了，小念刚才回来过，他说他有事儿要走了。我知道了，爸。我还有事儿，我也先走了。用不着每天都做同样的检查吧？我姐什么时候才能放我出去？千初，是我。小念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看上去状态这么不好啊？之前不还好好的吗？你饭也不吃，检查也不做，什么意思啊？你要以死明志啊！你怎么来了？谁叫你来的？你姐姐找我来的。我本来也不想来，可是你这个人真的挺过分的。小的时候什么都跟我说，现在长大了可倒好了，什么事儿都不跟我说了。我表示抗议。我姐叫你来，她还说了什么？他还说让我陪你出国散散心。那公欧知道你来这儿吗？他也不拦着你，他就让你来。喝点水吧。看来他不知道。小念，你知不知道我姐她这个人？我现在只想好好照顾你，其他的我也什么都不想考虑。希望你快点康复起来。你一点东西不吃可不行，粥都凉了，我去给你热一下，然后咱们把它吃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千初出国的事情安排的怎么样了？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了。国外的疗养机构那边我已经约好了，他的主治医生我也联系好了，生活上的一切安排也差不多了。他最近情绪怎么样？今天石小念过去了，他们没出什么情况吧？并没有，一切都很正常。石小念照顾得十分细心，而且也没有发现他们和外界有什么联系。
那只是看起来。我这个弟弟，我心里清楚得很。虽然心地善良，但是把他逼急了，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。哦，对了，穆总，这段时间您让我收集的几位股东对股权收购问题的想法，有几个硬骨头一直都在撑着。我觉得可能，无非就是价格的问题。这点倒是好说，关键是他们的做法严重影响了其他股东的态度。我总觉得这件事上应该还有人做了些手脚。还能是谁？不就是我那个爸爸，永远只会跟我作对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小宁一点消息都没有吗？你不是跟他一块儿去的吗？人没了你都不知道？小宁让我出去了，然后他跟穆雪单独聊一些事情。他单独跟穆雪聊，他能跟穆雪聊什么呀？穆倩出吧。白宇，我说你脑子是不是有包啊？行，我们脑子都有包。公，对不起啊，小念，我们一定帮你找到。但我看小念的意思，并不想让我们找到他。不管怎么样，先找到穆雪。照顾好他啊！哎，小老板，怎么样？他怎么说？有消息了吗？没有。我再去打个电话问问。千初呢？千初在哪儿呢？我和你爸好久都联系不上他。公司股权的事情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话应该我来问你啊，但是在这之前，你先回答我，千初在哪儿？你把他藏哪儿去了？千初，你们的心里就只有千初，小雪，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儿。我就问你，千初在哪儿？千初不见了就来问我，为什么不是你的宝贝儿子自己跑出去？为什么就认定了是我的问题？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有的，你自己干了什么你自己清楚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我让你失望？爸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些年你做的事情、说的话，让我有多失望？10年之约，说不作数就不作数。我真的很想问问你，到底是我哪儿做的不好，哪儿做的不对，让你这么对我，让你这么糟蹋我这么多年以来的付出？文雪，这些事儿咱们可以以后慢慢说，现在当务之急是找到千初啊！你们心里只有千初是不是？那我就告诉你，千初确实在我那儿，但是我会把他送到国外，你们谁也别想见到他。小雪，你胡闹什么呀你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要把千初送到哪儿去啊？啊！如果你不把公司的全权交给我就会把千初送出去。千初现在的身体你们都知道，如果出现什么问题，千万不要埋怨我。毕竟在千初和公司之间，你还是没有选择千初。说来说去，你就是想要公司啊？对，我要的就是公司。但是你一定逼我用这种方式跟你争取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小雪，人中可是你的亲弟弟啊！妈，你们有没有想过，我穆雪
你也是你们的亲生女儿。爸，这些年我一直拼了命的努力，想得到你的认可。但是我到头来才发现，只要有钱出在，您都不会正眼看我一眼。不管我做的再多，做的再好，对于你来说，都只是钱出的陪衬，是他的影子罢了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做的这些，就一定是千楚想要的？千楚想要什么，我清楚的很。是吗？那当时你们知道石梯欺骗千楚的时候，千楚想跟石小念在一起的时候，你们为什么又把这些压了下来？你这也是为了千楚好吗？我不用你来教育我，我告诉你，这么多年以来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们姐弟俩。我对得起千楚，我更对得起你。你如果对我有什么情绪，你可以冲我来呀。你为什么冲你弟弟呀？你想干什么呀？事情到了现在，你还觉得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？我有什么问题？我以为你做的这些，都是因为太爱千楚。其实你爱的只有你自己。小雪，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爸爸呢？快给你爸爸道歉！快！我为什么要道歉？我又没有做错什么。我不用你道歉，我不用你道歉，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，你给我滚！小雪，小雪，小雪！没有人可以打败我，我会让所有人知道，牧师在我手里才会取得最大的利益。把消息透露给宫欧，是时候见他了。穆总，宫总过来了。宫总，请坐。石小念在哪儿？你问我你女朋友的去向，是不是有点奇怪呀？我今天来不是来听你废话的。那我也不跟你废话。石小念确实来找过我，可是她现在在哪儿，我没有办法告诉你。穆总大概以为自己可以只手遮天吧，所以欺负起别人来，才如此的肆无忌惮。我确实没有你说的这么自信，
但是对于石小念去向的这个问题，现在是你有求于我。其实我跟石小念也没有什么恩怨，我只不过是想借此跟龚总谈谈条件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？穆总年轻有为，什么都不缺。如果非要说看上我手里的什么东西的话，大概只有恩义吧。跟聪明人说话就是舒服。那龚总给还是不给呢？我是无所谓啊，但恩义不是我一个人的。穆总就这么希望我和我哥一起做起来的公司被这么毁掉了？我只做我觉得对的事情。如果我哥还在的话，你们还会为这件事情闹掰吗？我跟你哥都一样，我们只是商人。这件事情我可以考虑，但这并不是一件可以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事情。况且，我要先确信石小念是否安全。没想到龚总这么快就答应了，我着实觉得很意外。我已经拿出我的诚意了，穆总是不是也应该回馈我点东西，让我心里有个底？你放心，他现在好得很。我会随时告诉你石小念的状况，但在恩义给我之前，你不会知道他在哪儿。你不觉得他现在的状态挺好的吗？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地方。有其他消息吗？就是他，他是我的合作伙伴，帮我留意一下。好，拜托了，就这样，谢谢。喂，等一下。怎么样？我姐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你那边？没有。不过我有个朋友认识国外的媒体，我想让他们发一下寻人启事，万一我姐被穆雪送到国外了呢？他们现在应该还在国内。穆雪没拿到她自己想要的，应该不会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。对了，她刚刚发给我一张医疗机构的照片，你可以查一下，我发给你。这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，而且国内这样的机构也太多了，我陪钱初就去过不少家。没关系，先找吧，就算找不到，我还有其他的应对方法。我刚刚和穆雪谈过了，我答应了她条件，她会发给我石小念的音讯。什么要求？公哦，你清醒一点，他控制我姐肯定就是为了要恩义，
而且就算你答应他的要求，他也不一定会放了我姐的。你想想我，被他利用的还……你刚刚说什么呀？谁被控制了？你说话呀！你姐怎么了？什么放不放的？你回答呀！啊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姐她失踪了。小宁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小宁，喂，翠兰，哎，翠兰，快把李涵扶进房间，快！阿姨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妈哮喘犯了。有没有叫医生？小迪，叔叔，进去照顾你妈，我跟她有话要说。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叔叔，是我的疏忽，是我没有保护好小念。你刚才跟小迪在电话里面说的话，我多少听到了一些。你们商场上的事情我真的不懂，我只想知道我女儿到底有没有生命危险。咱们都是男人，你就实话实说吧，我承受得住。对方要对付的人是我，目前应该不会对小念怎么样。你放心，明天我就会把这件事情解决，把小念平安的带回来。你给我听好了啊！小迪跟小念是我最宝贵的女儿，她们都是我的掌上明珠，是我的宝贝。尤其是小念，你知道她之前受的委屈啊，我不希望她将来再受到伤害，你明白吗？叔叔，我明白。小念她也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人，我可以为她付出一切，哪怕是付出生命，我也在所不惜。这个孟雪也真是够厉害，早知道就让小老板往石小念身体里植入个定位芯片了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婆。老婆，怎么了，老婆？啊？我好像流血了，疼。我现在叫救护车。老公，这是黄体酮，怀孕前3个月要是不注意的话，会导致先兆性流产，所以除了打针，回家后一定要卧床休息，保持稳定的情绪，切记不要受冷、受累、紧张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谢谢护士。哎呀，幸亏我们家丸子体质好，护着这孩子没事儿。要不别叫丸子了，为母则强，叫狮子怎么样？要不叫母老虎？小念的电话一直无人接听，也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。之前我还跟小念吹牛皮呢，
我说我们2个从来不进医院，谁知道我当妈妈了，住进医院了。小年要知道的话，他肯定会笑话我的。医生不刚说了吗？要保持情绪稳定，你就安心在这边休息。石小念那边的事交给我。可是我知道，小念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但现在肚子里不还有个宝宝呢吗？再说了，还有你老公我呢吗？你就安心休息，我明天一早就回公司，有什么最新情况第一时间通知你，好吗？小老板，你疯了吗？你要把恩义给穆雪？不然呢？要让他把石小念藏一辈子吗？这件事情已经牵扯了太多的人进来，他的家人，你的家人，不能再这么耗下去。但是我们不是已经在找了吗？过几天没准会有消息啊！我等不了，一切发生的这么突然，而且我连他怎么被穆雪带走的都不知道。一想到这儿，就没法等下去。你的心情我能理解，但是你看穆雪发来的照片，我觉得小念暂时不会有什么危险，而且他跟穆千初，我不管他怎么想，我不会对他不管不顾。至于他们俩的事，我希望得到他正面的解释。但是也不能就这么把恩义交出去啊！这可是你跟大老板这么多年来的心血，如果石小念知道，他也绝对不会同意的。穆雪一直都想收购恩义，他想要的只是我的股份，对恩义的技术，他连提都没提。他跟陈柏一起已经做了技术，但他们的技术想要赶超恩义，还需要几年的时间。所以他最需要的就是恩义的运作能力，还有市场占有率。而我不同，我只需要保住我和我哥一起开发的技术。在不在恩义都无所谓，大不了重新开始。重新开始哪有那么容易啊？而且石小念到底在不在他手里还是个谜。万一穆雪骗你呢？就凭那几张照片。医生，穆雪应该不会拿这件事情来虚张声势。况且，这本来就是我们考虑不周，没想到小念会去找他，所以我们应该付出代价。我已经想好了。就算这个视频是真的，我们可以找人去分析它的位置，没准我们自己就能找到呢。你去哪儿啊，小老板？我去技术室做视频分析，你联系穆雪，告诉他让他准备材料，我会签字，但前提是我要石小念的全部信息。怎么样啊？查出来了吗？穆雪很小心，查不出来。真的要开会吧。你说什么？龚欧，你是疯了吗？我不同意。我也不能同意。你不要冲动。你是怎么想的？小欧，这现在公司发展稳定是关键。各位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让出的只是我个人在公司的股份，对其他人在公司的地位不会产生任何影响。穆雪和陈柏创办的繁盛合作，在业界也有了一定的地位，我相信恩义不会有太大的波动，你们尽可以放心。胡闹！公司这么大的事情，是让你这么玩的吗？当时你哥哥去世，我们看你对公司有感情，才一路支持你过来。你说撒手就撒手了？至少给大家一个理由嘛。没有理由。我不做了。所以你就直接交给穆雪。就算你不想做，你也好好谋划。穆氏是最好的选择吗？至少现在，
他是我唯一的决定。穆氏的穆雪之前给过恩义投资，我相信他对恩义有感情，在商业上也远超我。也会尽我最大的努力，在他那里为大家争取最大的利益。至于其他的，只能说声对不起了。莫娜小姐，回来了。是我运气不好吗？每次见面都一脸疲惫。莫娜，你为什么不问问我，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觉得没有什么可问的。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就不会改变了。反正我都支持你。我没有别的办法。小念那边有消息了吗？我只知道他跟穆千初在一起，其他的没有任何线索。工作的事我可以不问你，但有件事我必须要问你。即使小念真的和穆千初在一起的话，你还愿意为他付出这么多？愿意等他回来吗？不管他选择什么，我想听到他亲口告诉我，不管他选择谁，我的选择永远不会变。我明白了。既然你都想得这么清楚了，我肯定支持你。龚总，我已经查过小念跟穆千初的机票信息了，不过什么？不过机票信息有好几组，我没办法确定穆雪到底什么时候送他们离开。他确实够谨慎啊。没关系，我会让我之前机场那边的客户盯紧。谢谢你，白云。我先走了。他就是你们老提到的白玉。穆总，媒体和记者现在已经准备好了，另外几个财经杂志和网站的通稿也都发出去了。只要股权转让协议已经签订，就会统一发出来。公欧那边呢？公子那边已经出发了，正在往我们这边赶。千初和石小念都安排好了吗？穆总放心，已经安排好了。这个航班是我今天一早才订的，昨天之前他们能查到的那几个航班都已经取消了。很好。这段时间太混乱了，该让一切都归位了。千初我对得起他，他最喜欢的女人我给他了，简单富足的生活我也可以给他。但穆氏和恩义是我的。你先去外面等我吧。好的，穆总。
没想到这么多年，我们连一张合影都没有，居然阴差阳错的被一本漫画记录了下来。龚玉，你知道吗？如果现在你还在，我们就可以真正的在一起了。在那边的多注意休息，尽量避免疲劳啊，不要太过度用脑。知道了，陈医生。对了，医生，这2个是治疗头痛的药，这个是用来安眠的，还有一个那个颗粒状的，怎么不在这里啊？那个只是暂时稳定症状的药，等英国那边给出更正式的治疗方案，那个就不需要了。好，钱初，咱们走得匆忙，要不然到那边再买吧。好啊。小念，你真的决定要陪我去英国了吗？难不成你觉得我很麻烦？怎么会呢？我巴不得你能一直陪在我身边呢。这么说来，我还应该感谢我姐了。你先休息会儿，我再去问问陈医生还有什么安排没有。陈医生，公欧那边有什么消息吗？在你们走之前，穆雪是不会让任何人跟你们取得联系的。你也看到了，虽然到现在为止，他还不知道我是龚先生安排的，但是对我的地方，并不比你们的少。是啊。那恩义那边呢？穆雪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？那就是还没有任何消息。都怪我，我当初不应该把他一个人抛下，万一有个什么事儿。石小姐，之前龚先生之所以把我安排在穆先生这儿，除了能够了解到他的情况以外，更重要的还是为了让我能够好好照顾穆先生的身体。眼下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，给穆先生做治疗才是最重要的。龚先生一定有他下一步的安排。下一步的安排是什么？目前我也只能是静观其变了。该走了。好。穆总，这么大的事情，是忘了通知我吗？你来这干什么？你不是一直觉得我没出息吗？不敢正面面对公欧，那我今天来就是想证明一下自己是个有用之才。穆总，这么着急来证明自己了吗？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来盯着我的。答应你的事情自然不会改，可是你现在过来，算是威胁吗？穆总如果觉得是威胁，那就算是吧。但我更喜欢把它当成是一种制衡。就算是情感关系，也需要彼此之间相互约束吧。更何况，我们之间还要更复杂一些。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复杂的。一会儿在记者面前，你最好少说话。如果事情被你搞砸了，别说恩义的执行权，文胜，我也可以找人代替你。看来我今天真的是来对了，要不然莫名其妙的丢了工作，都不知道为什么。其实你没必要对我那么大意见，我们2个人早就坐在同一条船上了。我和你之间目标很明确，我只想拿到我应得的东西，而您只要兑现你的承诺，我敢保证，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。你最好说话算话。别
彼此吧。我只是特别好奇，像你这种事业性的女人，如果谈起恋爱，会是什么样子呢？公寓。闭嘴！控制住你的想象力，想太多对你没有好处。你们穆总在吗？穆总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。恩义股权转让可不是什么小新闻，我们总得像模像样的讨论一下。石小念现在到底在哪儿？签吧，签了之后，我自然会告诉你石小念在哪儿。恭喜穆总。那现在我们的合同是不是可以落实了？龚总，你看，不是我急功近利，从你们恩义出来的人，可比我厉害多。你们之间怎么合作我不在乎，我现在只想知道石小念的消息，他人在哪儿？石小念自然是陪我弟弟去国外看病了。就算你现在找到他，他也不会跟你回来。看现在这个时间，他……你改了航班的时间？消息挺灵通的嘛。果然还是个孩子，遇到女人的事情就这么沉不住气。重情重义总好过薄情寡义。如果是公寓的话，他也会这么做。走吧。恩义前总裁公欧股权转让一事中途离场，只能你这个未来的负责人跟我去接受采访。陈总，你倒是挺会抓住机会的嘛。你别找了，我姐安排的航班，公欧是一定来不了的。这次你来陪我，她一定很生气吧？应该吧，可是我不可能放着你不管。你到现在还是很爱她吧？可是他应该对我挺失望的。如果这回她真的不原谅你，不想跟你在一起了怎么办？那我就只能默默的等他。小念，哎，怎么了？建州，你怎么了？那是因为他劳累，还有缺氧，我们先扶他去医疗中心。好，走。顾总，慢点。我是这位病人的私人医生，他现在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我可以带他里边去休息一下吗？可以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我们知道暮雪不会这么轻易的让我找到你们，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航班都等过来了。这张名单上的人，都是慕氏集团的高管，也是我需要2位去帮我做沟通的。他们都是曾经跟我父亲一起打拼过的人，比较可靠。还有，这里面有一张照片，是我姐之前的那个助理，叫陈然。之前开车撞伤我的人也是他，所以之前很多事
都应该是他参与操作的。如果公欧怀疑我姐跟他哥之间的关系，可以从他入手去查。好，谢谢穆总，后面的事情我会处理好的。等等，这什么情况呀？为什么突然找我？我觉得那天在医院说的话，我们应该继续聊聊。你们都怀疑到我姐了是吗？穆总越是想保护你姐姐，就会越暴露出更多的破绽。其实你早就知道了，这起车祸幕后的主使是谁，对吗？不错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但是我理解你，如果换做以前的我，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你的行为。但自从跟施小念在一起之后，我似乎越来越明白，想要毫无逻辑地保护一个人是什么感受。小念的确是让人改变很多的人，对吗？那你呢？被他改变了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他会难过。不过这不是我所在意的，我倒希望他对你再失望一点。你说的对，我现在变得连我自己都有点不认识了。但是公公，你不明白，你不会明白那种像是做了一场噩梦，醒来之后身边的一切都变了不一样的感觉。你的亲人变成了仇人，你的未婚妻是个陌生人，而你心爱的人却因为你受到了伤害，还去到了别人身边。这些都不能成为你欺骗他的理由。我不管你现在对我是什么样的看法，但你应该也想过，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合作，才能让一切回到正轨上。我可以合作，但我绝对不会把小念牵扯到其中。我也一样。你跟公欧之间有合作？穆总和龚总一直有联络。这次穆总被穆雪控制之后，可以说是将计就计，这样还能调查清楚他和龚与车祸的关系。所以我也在你们的计划里。当然不是，我们都没有想到你会被我姐骗过来。那现在呢？公欧在哪儿？现在应该快到了。我要见他。穆氏近几年对于新兴产业都颇有关注，尤其科技领域，是我们投入大量比重去重视和开发的领域。相信穆氏和恩义的合作会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。谢谢你们的关注。龚总就这么把公司给让出去了？天哪！上班的时候还是恩义的人，下班就变成穆氏的人，这也太炫了。还不是为了钱吗？你看穆总那得意的样子，肯定给了龚总不少好处。龚总拿着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，还不用操心公司的事儿，简直美滋滋的好吗？小老板，你的手机。小老板，这股权转让的事已经被媒体报出去了，这些电话估计是……得，这找不到你，开始炮轰我了。先不用管这么多，这些事情等回去再说。到机场还有多久？半个小时吧。穆先生现在身体还是不太舒服，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吧。时间还早。想说什么就说。陈总，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公司的风向不太对？你以为公欧会把一个坐而进财的公司让出来，还不是为了折腾我，顺便避开穆雪？产品中的核心技术
他早就拿走了。我说的不是龚总。前2天，穆总的助理小叶过来拿了咱们上周的财务记录，说是要给穆总过目。这2天他又过来拿了咱们合作商的资料。我总觉得他对咱们还不是完全的信任，大家对他强势介入公司这件事儿也不是很满意。信任？他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相信，他会信任谁？不过以后恩义的具体事宜，最好还是不要让他插手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陈总，穆总亲自过来说要旁听咱们的周会。把话拿到办公室。得寸进尺。穆总好。坐啊，可以开始了。好，那我们先来说一下上个星期提过的和凡盛共同开发新系统的项目，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？上周我们约了凡盛开发部门的负责人。不好意思，可不可以先给我一份系统开发的合作方案？我还没有收到这个问题的计划书和合作书。目前两家还在进行一些初期的技术。那公司内部的计划书总该有吧？这都要出去谈项目了，总得提前做出个方案来吧？方案总是有的，只是现在还是一个不太成熟的阶段，所以想等签合同的时候再让你过目。那岂不是还要等很久？这么大的事情，总得我提前过一下才对啊。这样吧，这个问题先搁置的，等计划书出来之后再往下推进。穆总，对了，我再多说一句。之前我没有跟大家开过周会，可能大家对我并不熟悉。之后我会经常来。如果有什么问题汇报给陈总的话，都做一份备份，推送给我一下。继续开会。Tony， 那就给穆总介绍一下长乐盛世的情况吧。好。这是辞职信。之前我没有听说过陈总想要离职。穆总上次去公司开了个周会，没过2天，就有3个高管递了辞职信。不得不说，您的影响力真的很大。所以陈总特地赶过来，就是为了把辞职信转交给我。既然穆总什么都想过目，那我想这些自然要交到你手里。穆总不信任我，我可以理解。但是用人不疑，既然已经把公司交给了我，就应该给我更大的空间，这样大家都好做事。你什么意思？
我是从恩义出来的，这些人不管揣着什么样的想法，多少都会看在旧情的份上配合我的工作。毕竟，大家都有情怀在。所以，如果穆总真的想把恩义做好，那就放宽心，我也会尽我的所能，做好分内的事情。说来说去，你就是觉得我是个外人。我只是希望穆总不要把我们当外人。既然你这么关注恩义，那肯定知道恩义最近的状况不是很乐观。我觉得你应该见好就收，不要让公司陷入内耗。再这样下去，局面我真的控制不了。除非你想整个恩义在你接手之后就迅速崩盘。那之前各大财经媒体宣传您是个优质的企业家，算不算是个笑话？行，那你先忙吧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。穆总，恩义那边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这2天过去的时候，听说恩义人事上出了点问题，高管们都在纷纷谋求跳槽，但具体是怎么回事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知道了。其实被穆总藏起来的这段日子里，我也是生不如死，每天都胆战心惊的，生怕被人找到。现在事情都说出来了，我心里也踏实了。我有当时肇事车辆的车牌，有和穆总来往的信息，也可以提供证词。希望龚总宽宏大量，能替我说几句好话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发誓。说。今天先这样，米生会带你去安全的地方，直到这件事情结束为止。米生，不好意思啊。那个小老板刚走，去别的地方了，应该还有其他事儿。他是不是不想见我？没有吧？就是还有别的事儿要忙。你现在还好吧？你哥的葬礼我正在国外出差，没能及时赶回来。我跟你哥也是多年的好朋友了，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心里也很不舒服。公公，你还好吗？人的执念真的有这么可怕吗？权力、地位，能不能被别人尊重，这一切真的比喜欢一个人更重要吗？其实每个人的想法不同，可能在有的人心里，什么样的感情都不会让他有安全感，只有到手的东西才会觉得可靠。你觉得他会难过吗？
毕竟按照陈然的说法，他和我哥已经相处了很久了。会。如果穆雪真的爱龚玉哥，那他就一定会难过。也许他只是在用工作麻痹自己，也许他真的很喜欢权力和地位。但不管是为什么，只要爱是真的，难过也就会是真的。就像我，虽然我们现在不像从前一样，但是看到你现在的样子，我也还是会难过。也许你说的是对的。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如果是在我哥刚出事的时候，我知道这一切，我一定会拼尽全力让他身败名裂，付出代价。但是现在经历了这么多事，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做了。就让他为了自己做过的事情承担责任吧。你现在真的变了很多，是吧？我也不知道。现在可能不是最好的时机，但有件事情我还是想告诉你。你说。去把施小念追回来吧。我觉得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可避讳的。我知道你爱施小念，你自己心里应该也清楚。你现在所有的改变也都是因为施小念。真不知道你们男人，明明心里很清楚，却又整天瞎胡闹。我现在不想提到他。我也不想。你以为我想替你说你怎么爱另一个女人吗？我知道你生施小念的气，觉得她不应该什么都不说就跑掉了。可是你不是也没听人家解释吗？小娜，感情的事情我不想听别人劝我，你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吧。怎么样，陈总？今天这样的宴会带着你一起，算不上我小气了吧？大气大气，穆总一直很大气。只不过到目前为止，您对我还是不是很信任。我对穆氏和恩义自然有我的打算。今天要你做什么，你做就是了，不要给我惹麻烦。穆总放心，反正现在我也没什么可折腾的资本了。这样最好。小叶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都准备好了，宴会还有30分钟就可以开始了，宾客们应该很快就会到的。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姐，收手吧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你该回去好好休息。穆总，你弟弟的身体确实没什么大碍，如果你想看到什么证明的话，我们可以马上拿给你看。但我们今天来是有别的事情要找你。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以后再说。非常抱歉，现场出现了一点小状况，大家先移步贵宾休息区稍作休息，那里为大家准备了茶点和饮品。龚总，你今天把我弟弟带过来是什么意思？是对恩义在我手上有什么不满吗？你可别忘了，
当初合同是你签的，现在又动这种手脚，似乎有点不太讲规矩吧？合同是我签的，但那也是在你的威胁之下我才签的。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暂且不提。我今天来，是有一项更重要的事情，要和你做个了断。不管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我今天也有非常重要的活动。千初，回去吧。既然我们今天来了，有一些事情就只能在这儿谈。千初，这是我们的家事。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事情吗？如果你肯承认的话，我不会让你太难看的。胡说八道！我承认什么？穆总，你看着我干什么？他们要做什么，我怎么可能知道呢？你是想让我赶他们二位出去？你觉得他们会听我的吗？不管你想诬陷我什么，今天这是我们的家事。千初，你先回去，我这边结束之后我会回来找你，到时候诬陷。你们姐弟之间的感情确实跟我没什么关系，但穆总，我哥的死，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跟我哥是恋人关系，但你为了掩饰这层关系，针对石小念做了很多事。你在无意中发现他的漫画里画了有关于你和我哥的恋情，所以你为了不让整个事件败露出去，对他下手，对我下手，甚至对你的亲弟弟下手。穆千初的车祸，就是你直接导致的。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石小念，什么漫画。你少拿你女朋友的事情扯到我头上。石小念的漫画，是我哥死后我在他车里发现的唯一的证据。漫画的某一页，一对正在过生日的情侣，画的就是你和我哥，对吗？就算他画过什么，也只不过是漫画，怎么能说明是我？其实没有人会知道是你一姐，是你自己太敏感了。小念她只是在当天的漫画上标注了日期而已，4月18号，你的生日。就连我也是把整件事情串通起来才能想到这一点，但你却怕被爸发现这段感情，把事情一步步闹到今天这个地步。我根本不在意。你是不在意。你以前之所以在意，是害怕你爸发现你和我哥的关系，但后来你几乎拿下了整个穆氏的控制权，你再也不用受你爸的控制，但你却还是一意孤行的要把所有人都毁掉。这又是为什么？故事编得很精彩啊，公总。姐，我们找到陈然了，他承认了很多事。陈然只是我一个助理，他说的话并没有什么。陈然已经把事实的原委都告诉我了，他承认了穆千初的车祸是他导致的，也承认了这幕后的主使就是你。穆雪，我哥哥的死，我从来都没有怀疑到你的头上，但现在我有了线索。如果这件事情从头查到尾的话，瞒是瞒不住的。真的够了，姐，到此为止，好吗？千初，爸妈知道你今天要来了，知道你为了把我逼到绝路上，做出这样的事情，
你可真是成长了。爸把墓室交给你，也没什么问题了。可是千初，你这样逼我交权，跟我又有什么区别？他和你还是有区别的。他可以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拼尽全力、努力的去争取。做错了的事情，他也可以勇敢的来承担。而你呢，到现在还在执迷不悟。物极必反的道理，穆总一定懂。再这样搞下去，穆氏和恩义就都是你的了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现在这样嘛，繁盛和技术，我还保得住。所以我希望你饶怪我。既然你这么能干，今天的这场宴会就是我为你办的，希望你真的可以撑得住场面。小雪啊，看来你们都知道千初要来。爸，是不是对于你来说，看我搞成现在这个样子，特别的开心？那你们当初为什么要生我？为什么要养我长大？小雪啊，对不起，这么多年了，让你受委屈了，爸爸糊涂啊。我不该跟你定那个什么10年之约啊，更不该一直忽略你的感受。爸爸自以为自己的女儿我还能不了解吗？但是爸爸实在是太自以为是了。你能给爸爸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吗？爸爸想在有生之年好好疼爱我的宝贝女儿。爸爸马上就要跟妈妈去国外了，
你跟我们一起走好不好？让我们重新开始，重新开始一个不一样的生活，好不好？小雪，小雪，爸爸错了。走。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吗？我是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，所以我很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但我只想告诉你，从今以后，你不能再错过我这个强劲的对手。3年之内，我一定可以让樊胜战胜文一。当然，如果你希望我能够放你一马的话，悄悄地告诉我。祝你好运。喂，小宁在你父亲的墓园里，你要是再不去，他可就真走了。伯父，宫玉哥哥，我来看你们了。没想到离开了一段时间，再回来就看不到伯父，我心里真的很难过。您在的时候，真的为我和宫屋操了不少心。你虽然看起来表面挺凶的，但是我知道你心底还是挺开心我和国务在一起的。您当时跟我说了一些话，其实都是在劝我，可我却没有听。小年，你知道，小欧这孩子吧，他心事重，很多事情他不愿意告诉别人。所以，我希望你能经常跟他沟通，经常跟他聊聊天儿，因为以后陪在他身边的人就是你。对不起，是我伤害了国务，对不起。宫玉哥哥，
我一直以来觉得没见过您是一件特别遗憾的事儿。前几天我也才知道，原来我漫画里画过的那个帅气的哥哥就是您。这么想来，我们之间还是挺有缘分的。我不知道，如果您在，面对我现在的情况，你会不会劝我回到公公身边？还是说，你也觉得我应该放手，给他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？还好，现在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了。公务也好，千珠也好，都回到了他们原本的生活。而我觉得我出现在公务生命里的意义，就是陪他走完这艰难的一程吧。我知道我做的并不好，差的还很多，可是我已经尽力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我画公欧的漫画，出版了，销量还挺不错的，叫《怪物偏执狂》。这里面我画的可能是我了解的公欧，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。我留在这一本给你们，你们随便看看。你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吧？要给就给完全，要收就收全部。可是烟太潦草，领悟太仓促。那一段路，我们颠倒无数。这一场我们结婚吧。孤单嫁给我。你是不是蠢？怎么会有人会在墓园里求婚？我倒是觉得求婚这件事情，一定要在我最重要的人都在的地方。爸爸、哥哥都在这儿，我觉得没什么不好。怎么，不想答应？要收就收全部，可是烟太潦草，领悟太仓促。爱的迷途，我们颠倒无数。这一场宁愿孤单，不顾。